日本拟松绑出口杀伤性武器禁令，这一切都是为了击败俄罗斯，而我们也要更加警惕。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付家少。在俄乌两军陷入苦战的当下，西方军援乌克兰面临着一个非常严重的瓶颈，那就是炮弹供应量。在当前，能够改变乌克兰危机的决定性因素之一就是炮弹，而美国和欧洲都没有条件在短时间内提升其产能。现在最大的希望就看向了亚洲，那就是日本和韩国。韩国因为有朝鲜的威胁，因此估计还不敢轻易地得罪俄罗斯，所以正在采取变通的办法，也就是向美国出口炮弹，然后美军就有条件将自己的炮弹援助给乌克兰。而日本要军援乌克兰，想变通都不行，因为受到了和平宪法的限制。近日，据东京新闻引述消息人士称，日本执政联盟已就放宽防卫装备转让3原则以及限制武器出口的行动方针进行首次工作级会谈。要注意，日本目前也能出口部分武器，但是不包括杀伤性武器，允许出口的主要是一些运输、扫雷和救援类装备。而这次放开的一定是包括子弹、炸弹、火箭弹和导弹在内的杀伤性武器。日本政府表面上说改变政策是为了给军事产业出口铺平道路，但是目标直接指向为乌克兰提供杀伤性武器，甚至呢都不是出口，而是援助。比如日本人可以用几乎等于白送的价格向乌克兰军队提供炮弹、防空导弹和火箭弹。日本自民党人士随后表示，更改这项限制是为了支持乌克兰。这一切都意味着美国推动东北亚2大军火生产国成为乌克兰军队的武器供应国的目标正在获得进展。我们能够从日本更改武器出口限制法律这件事上看出什么呢？首先，它体现了美国在乌克兰战场上通过军事手段击败俄罗斯的决心和努力，当然也反映了欧洲和美国炮弹产能提升的困境。如果日本和韩国的弹药产能成为乌克兰军队实力的一部分，那么从更长远的未来看，将有可能导致乌克兰战场优劣势发生重要的转变。当前，俄乌两军几乎实力相当，但是对于一场消耗战而言，未来将取决于西方国家和俄罗斯谁能更好地解决其后勤补给。俄罗斯军队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其本国的军工，而西方国家呢，则几乎在整个世界寻找炮弹产能，包括巴基斯坦、日本和韩国都将入局。其次，日本也在借势转变成为一个正常国家。日本作为2战的战败国，正在利用一切条件来推动国家正常化。其办法无非就是2个：一是利用乌克兰危机和俄罗斯的军事威胁，以支援乌克兰的名义松绑武器出口；二是以防御中国军事威胁为由，增加国防预算，并发展远程攻击武器，甚至呢在中国的家门口部署攻击性武器。最后，日本此举可能是在为以后武力干涉台海创造条件。如果这次日本成功地向乌克兰提供了炮弹和导弹，那么对于天天把台湾有事就等于日本有事的日本右翼政客来说，在台湾发生军事危机之时，向台湾地区提供武器也将成为可能。所以，日本这个工业强国可以对外出口进攻性武器，不但关系着乌克兰战局的走向，也为日本今后武力干涉台海事务打基础。对我们而言，就一定要做好应对日本赌国运的军事准备。只有具备把日本打残的实力，才能避免被他在背后咬一口。好，今天的评述就到这里，谢谢大家收看，我们下期再见。